这场阅兵不只是阅兵，它更像是一场兵权洗牌的公开测试。6月24日上午10点，中央将召开抗战胜利80周年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活动全貌。但真正的焦点不在导弹，不在战机，而在谁会站上那辆检阅车，是习近平还是张又侠，是总加速师的回光返照，还是军中狠人的正式登场。就在俄罗斯主动公开普京访华行程的同时，中共官媒却对普习会三缄其口，异常冷处理。这场阅兵到底藏着多少权力密码？当张又侠声势暴涨，习近平风雨飘摇，北京的权力天平会向哪一方倾斜？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党媒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消息，国新办将在6月24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并答记者问。大阅兵将是这个活动中最核心的节目。在美国空袭了伊朗核基地之后，俄乌战争还在硝烟弥漫之际，北京的阅兵活动不可避免成为宣示军力的仪式，成为世界局势中一个不确定因素。最重要的，谁将主掌中共军队？这是将来局势走向的核心，是习近平还是张又侠？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刻，海外有人重新发表了旅居纽约作家毕鲁协的一篇旧作，讲述了张又侠年轻时的故事。张又侠是中共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从小就肌肉发达，掰手腕100%胜，无人能敌。张又侠还喜欢打篮球，文革期间，他拍着篮球大声呼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毛泽东驾崩，时任中共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主动向江青递上一封措辞肉麻的劝进信。四人帮倒台后，有一段时间，张宗逊与马天水一样，被说成是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典型，受调查1年，最终给出的结论是工作不力，张宗逊黯然下台。张又侠自尊心极强，大受刺激，决心离开北京，下到基层连队摸爬滚打，吃了很多苦头。有人很惋惜，说张又侠这辈子算是完蛋了。不过毕鲁协出国前，在北京晚报看到张又侠团长率部奇袭粤军的报道，便对一位至亲说，看来张又侠要么光荣牺牲，要么当高级将领，没有第三条人生道路。果然，后来有零星消息随风入耳，张又侠步步高升。2007年，中共17大召开，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当选中央委员。到了光杆司令习近平上台，张又侠的2大过人优势开始显现。早年张宗逊与习仲勋交好，本人还是亲历战场硝烟的高级将领，平步青云，自不待言。人的命天注定，张又侠因失去父荫得福，当上了中央军委第1副主席，但他的人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毕鲁协认为，与张又侠相比，习近平色厉内荏，是一个缺乏忧郁气质的哈姆雷特。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面，习近平的巨手摆放在武统台湾的虎符上，甚至是摆放在核按钮上，他会怎么做呢？以习近平这种性格，他只会将双手一动不动地摆在虎符和核按钮上，像哈姆雷特那样犹豫不决，按还是不按，这是一个问题。等习近平想明白，要等到猴年马月，黄瓜菜早就凉了。习近平这些年的统治，不光得罪了中共元老、中共红2代、红3代们，也让中国经济陷入无可挽回的衰退。彭博社基于中央财政部数据计算，中共政府土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14.6%， 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人们似乎很期待张又侠能够成为主持今年北京阅兵式的那个人。海外自媒体小说家就期望
明天官宣9月3号大阅兵的总指挥应该是张又侠，如果不是习近平，等于宣判了习近平政治生涯的终结了。名为战锤 4K 的网民在海外论坛品聪6月19号发文说，我觉得张又侠夺权是动作最合规的。张获得军权，可能是因为习近平中风不省人事，搞得临时中央拿到了最高军权。他是第一军委副主席，顺位而得，有合法性。但是首先必须将习控制在自己手上，这样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把权力弄到自己手上。这些当然都是猜测。海外自媒体人姜森哲认为，张又侠和党内元老团派在对待习近平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团派认为，保留习近平现有的3个职位，但让这3个职务虚化，另设3个职位掌有实权，让习近平体面下台，不清算习近平，保留高级领导人待遇，保其本人及家人安全。但张又侠现在跟习近平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现在中共政局处于僵持不下，张又侠跟团派元老的合作分歧很大。张又侠最后的耐心是在8月份，如果团派继续这样，张又侠会单独行动，拿下习近平军委主席职务，3个职位一并拿下，并且清算习近平的罪行，以绝后患。否则都存在习近平找机会反扑的问题。吕奥学者吕元华对希望世界表示，张又侠可能最想清算习近平了，他们现在变成对头了。看他的面相，实际上也是很不好相处的人。张又侠他实际上有狠劲儿，他其实也是想弄几个大的，然后其他人就该老实了。但是问题也是非常悬的，因为他也怕又出个亡命徒，为什么他要清理？你不可能老在家门口待着，你突然去哪以后，那谁想来一策反就给你干掉了。他也害怕这个，怕有个亡命徒去干这种事儿。其他人都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完了，也不想大开杀戒，因为也怕到时候再有什么变动让自己都给绕进去。海外反共自媒体大包王朝今天发文说，习近平已经成了华国锋第2了，估计快接锅了，8月底看答案吧。近来习近平主导的新时代叙事已取代胡锦涛时代的话语体系，但胡锡进的微博主页换背景了，新背景中有和谐社会的字样，让人想起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胡锡进的嗅觉很灵敏，而且什么盘都能雕，这是不是胡锡进得到什么消息，或者在带风向，那就不知道了。胡锡进更换背景或有深意，一种可能是胡锡进嗅到高层风向，借和谐概念试探性的向胡锦涛派系示好。另一种说法可能是胡锡进个人行为，未必有官方授意，但是这种可能比较低。胡锡进的立场历来随风向调整，2022年他曾力挺习近平3连任，如今如果转向，可能是胡锡进知道习近平下台的消息。虽然胡锦涛要维持一个威权政府，但是不折腾，避免战争，给经济发展留出空间。说白了，中国承平已久，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不希望跟着习近平，让这些既得利益都灰飞烟灭。目前习近平的权势已经江河日下，中南海巨变指日可待，中国将走向何方？到时会有答案。你说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